想在美国买房子吗？别急着看房子，如果没有 pre-approval letter， 房界的热情可能瞬间降到零，你可能白跑好几趟。今天我教你怎么样子拿到这一张准备好买房的门票，让你有效率的找房子。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你想在美国买房子吗？那你第一件事不是找房子，而是先搞定 pre-approval letter。很多人以为看房子前只要找房仲，结果呢？他们会要知道你被 pre-approve 了多少。如果你没有 pre-approval letter 的话，他们的热情会瞬间降好几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贷到钱，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真的买房。没有人愿意花好几周带你看房，最后才发现你根本贷不到款买你想要的房子。有了 pre-approval letter， 你手上就有了一张我准备好了的门票。房仲会知道你是认真的买家，不是随便逛逛而已。今天我跟你分享什么是 pre-approval letter， 如何拿到，金融机构会审哪些资料，怎么货比三家选出最适合你的金融机构。看完影片，你就能够有效的买房，省掉很多麻烦。第一部分 pre-approval letter 的重要性。 pre-approval letter 是金融机构初步核准你贷款的文件，它会告诉你你能贷多少钱，你的利率大概是多少。有了这封信，房仲就知道你有实力买房，不会浪费时间。没有的话，抱歉，他们的热情会瞬间降下好几度。那申请 pre-approval letter， 金融机构会看什么？金融机构会看6项资料来决定可以贷多少钱给你。首先是资产，资产包括收入与存款。收入方面会要求看你的 pay stub 薪水单 W2， 或者是去年报税的 1040 表。存款方面会要求看你过去2个月的 bank statements 银行对账单。从 bank statements， 金融机构会看你能够负担多少头期款。如果从 bank statement 中发现近期有大笔存款，经办人员会问这钱是怎么来的。即使你解释这是父母给你付头期款的钱，听好哦，金融机构会要求给你钱的人写一封信，说明这笔钱是给你的，不是借你的，所以你不需要还这笔钱，而且信中还需要这笔钱来历的银行账户号码，很麻烦。金融机构会这么要求有2个原因。第一，他要确定这笔看起来是资产的钱真的是你的，不是借来的，你不必还债。如果需要还债的话，这其实是你的债务。第二，美国现在有防洗钱的法律，银行必须遵守。他要这笔钱来历的银行账户号码，就是要能够追踪这笔钱。如果2个月的 bank statement 中没有大笔来路不明的存款，就可以避开这个麻烦。所以如果爸妈要给你钱的话，请他们提前转账，否则钱与英文信得一起来，信中还得铺露爸妈的银行账户号码。金融机构会看的第2项就是你的债务。债务包括你所有的信用卡债、车贷、学生贷款等。从债务与资产的整合会算出你的 debt to income ratio DTI， 这个 ratio 会影响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的额度。千万别在买房前再贷款买车或刷爆你的信用卡，否则银行可能改变核准金额。就有个个案，买房合约执行后好高兴，以为一切都搞定了，跑去贷款买部新车，结果车贷影响了他的 DTI， 这让银行觉得这位个案不能够承担 pre-approval 上写的房贷额度，所以降低了核准金额，导致房子无法成交。所以一旦你决定买房子了，交屋前别有大的购物哦。金融机构会看的第3项就是你的 credit 信用。信用分数对金融机构而言代表的是风险，它会跟美国3家的 credit bureau 查你的 credit score。 3家 credit bureau 可能会提供3个稍微不一样的 credit score， 毕竟他们的资料来源可能有小差距，但应该不会差太多。金融机构会用你3个 credit scores 中的中间值，将你分类到1个风险等级。高分数就是低风险，
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率。低风数就是高风险，金融机构会因为要承担较高的风险而多赚一些，所以贷款的利率会比较高。除了 credit score，credit history 越长对你越有利。希望你一直有在建立好的信用记录，不是现在才开始关心你的 credit。每个人都可以要到一份免费的 credit report， 看你自己的信用记录上到底有什么。如果你没要过，现在就到 annualcreditreport.com 取得你的免费信用报告，确定上面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要采取行动，修正错误。免费的 credit report 上不会有你的 credit score， 要怎么知道你的 credit score 呢？很多大银行都会在你的 App 上提供这个资料。你的银行不自动提供的话，去跟金融机构要 pre-approval letter 时，就可以问到你的 credit score 了。第四个，金融机构会要的就是你想贷款的额度。如果你想贷款的额度高到 jumbo loan 范围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利息会比较高。那多少属于 jumbo loan？ 今年2026年是82万3千左右，这个门槛每年会调。也可能根据你的城市而不同，你上网去 Google 你的城市，然后 Jumbo Loan Key Threshold 就知道了。第五个，金融机构会要知道的就是你想要的还款年限与利息形态。美国最常见的就是30 years fixed， 用30年还款，固定的利息，也有15或20年的 fixed。除了 fixed rate， 也有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ARM。最常见的是30年51 ARM。 51的意思是前5年是固定的利息，之后利息每一年都能够调整。2008年之前 ARMs 就非常受欢迎，由于前5年的利息都会比 fixed rates 低，所以每个月的房贷负担起来就比较轻松。银行房贷业务就成功了吸引许多原本负担不起贷款的人来贷款买房。一旦前5年的低利率期过后，利息就会根据现行的利率开始调整，每个月要负担的房贷就远比固定期的额度高了。有许多人忽然发现他负担不起房贷，导致违约潮。这就是2008年美国经济泡沫化的其中一个因素。至于哪种还款年限与利息形态比较有利，这说来话长，可能又是一个影片才解释得清。不过简言之，就是看你打算拥有这个房子多少年。最后你要告诉金融机构的就是你自备的头期款额度。根据这些资料，金融机构会给你一张 pre-approval letter， 上面会写你被 pre-approved 的额度与利息利率。这是 pre-approval， 因为你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标的物。但有了这封信，中介就知道你能够贷到款，不会白忙一场，他的热诚度就高了。第3部分，如何选金融机构。我们刚刚有讲，你要趁拿 pre-approval letters 的时候，货比3家，选一家你会继续合作，向他贷款的金融机构。要如何选？比什么？比较2件事， cost 跟服务品质。大多数的金融机构都有在做房贷的生意，因为很好赚，他赚的不只是多年下来的利息，办房贷所产生的程序就赚。程序有什么 origination fee 啊 points 啊 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啊，项目与话术多到需要另外一个影片来解释。加总可能有几千块钱的费用是你必须付的。过去各家金融机构都用自己的项目名称报价，导致消费者无法比较费用，对消费者非常的不利。这问题严重到导致政府介入了。现在政府规定，房贷的 cost 必须要以 APR 来呈现，所以你会看到2个词 interest rate 跟 APR。interest rate 就是你熟悉的贷款利率， APR 则是当手续费分摊到贷款额度去算的话，相当你贷款的年利率会是多少。所以可以用它来比较不同金融机构的 loan cost。 很多经办人员都会强调 interest rate， 因为 interest rate 都比较低，比较吸引民众。但是你一定要问 APR 是多少。有可能甲银行的 interest rate 比乙银行的低，但是甲的 APR 却比乙的高。除了费用，你也要趁 pre-approval 这个阶段评估服务品质。
选出你会用的金融机构。买房子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是个非常焦虑的过程，你一定会有问题要问经办人员。经办人员回答你的问题时，态度 OK 吗？他会很快的回你的电话吗？他们公司的文件处理效率如何？一旦买房的合约执行了，就开始跟时间赛跑，可能只有30到45天的时间到交屋。经办人员必须要在交屋前把所有的程序都完成，否则交屋就会被耽误了。合约执行后才开始挑选贷款公司的话，会太赶，所以你要趁 pre-approval 这个阶段就选你要用的金融机构。总结一下，你看房子前就应该跟金融机构取得 pre-approval letter， 你会需要提供收入与资产证明，允许他查你的债务与信用记录，让他知道你想买多少钱的房子，准备了多少头期款，要什么样子的还款年限与利息形态。在这个阶段就比较几家金融机构，评估他们的 cost 与服务品质，从中选一家你会继续合作的机构。这样你就准备好找房屋中介看房子了哦。买房子细节很多，我因为工作关系住过许多城市，交易经验超过10次，乐意分享更多的经验与策略。如果你可能在美国买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实用影片等你学，也分享给朋友亲人，一起做好买房准备。我们下回见。